我最近发现哈尔滨也太能整活了，就现在你们看着的每一样东西单拿出来都足够我们本地人见证一辈子了。那既然尔滨你要这么搞的话，就别怪我也不老实了。我打算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家做出1500根糖葫芦，拿到大街去给游客们发去。时间呢预计是1月7号下午，然后地点应该是一个路线。如果做的顺利的话，我们应该是下午2点半到3点半在音乐广场的大雪那，然后5点到6点在房建塔和张大街那，晚上7点到8点在索菲亚大教堂那。然后我到那天争取搞一个小推车出去，这样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全程推着小车给大家发糖葫芦。所有来玩的小金豆们，你们一定记住了，只要你在7号那天在大街上看着我，就记得来找我领一根属于你们自己的冰糖葫芦。然后本地的朋友们想来玩的话，咱们还是以物换物，但是大家尽量带一些南方游客们能用得到的东西来换，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过程里边把大家的热情都继续传递下去。后面如果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会及时发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里边的，你们一定注意再看一下啊！我现在就得准备去备货去了，我的妈，太燃了！我在这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这么燃过呀！咱们到时候见啊，朋友们。我最近不是说让大街上就给大家发1500根糖葫芦吗？现在基本算是做完了，预计等明天早上天亮6、7点钟就能全部完成。但哪天跟大家说，就我们自己在家做这个东西吧，质量上还是有一点参差的。所以如果明天大家吃这个糖葫芦有一点瑕疵的话啊，那一定切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几个水平不行，这事跟尔滨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斌子永远是你们的好斌子。但这代干的强度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这几天每天基本上就睡3、4小时，多少有点要猝。等过几天我剪一个详细视频给你们看吧。就我们现在属于是心是滚烫的，但人基本快凉透了。现在也算是个大伙儿报备一下，做的基本还算顺利。再顶一顶，明天天亮就完成了，咱们明天下午3点见啊！我最近看点兵越来越好，心里特别激动。作为一个本地老土著我实在是太想在这个时候给斌子干点事了，所以我买了500多斤水果，我打算做1500根冰糖葫芦，上大街免费给游客发去，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本地人的美食和热情。但是这1500根口号喊挺爽，做起来真要命。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就光给这160斤山楂去籽压扁，我们就干了一整天。问题越着急还越出错，那熬糖的时候一会儿熬糊了，一会儿干翻沙了。我当时心里慌的一批，我心说要是按照这个效率还想如期发放的话，那恐怕我得尽早去找几个卖糖葫芦的摊贩聊一聊团购的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找朋友来帮忙，然后一听说是招待南方小金豆，大家都特别热情。最多的时候，我家这客厅里同时容纳了21个人，就恨不得走道都得横着走。而且人多了之后，这流水线也流畅了。就在这么一个40多平米的小客厅里，我们同时组建出了6个工作部门。但即便是在这么高效的工作架构之下，我们的节奏依然非常紧张。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我们全程都没工夫说话了，后来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的，你就说这强度它有多魔鬼吧。然后除了这些正常的糖葫芦，我还想做几个超长的给大家照相用，但这玩意儿做起来也贼费事，我们需要先用刀一点一点的把这架条削得足够细，才能往上穿水果。那老上当局穿的恨不得穿仨就得碎俩，就穿这么一串给我们小脸吃的是蜡黄。然后除了这些2米的糖葫芦，我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能拍照的自行车。就准备完这些东西，我真是把家底都掏干净了。我当时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好像在那一刻和哈尔滨文旅共情了。最后盘点了一下，历时4天，我们一共做出来1726串，再多做1串我都容易嘎了。然后发的时候，考虑到几个景点间隔太远，我就弄了个小推车，我把这几个景点串成了一个路线，然后全程推着这小车给大家发。零下20多度的天里，我们走了9个半小时，给我冻得都想嘎肾了。但是看到大家拿到糖葫芦之后那种喜悦，我真特别满足。然后那天还有很多本地人自发来送暖贴和维持秩序，我当时就觉得今年要是从物理温度上来说，可能哈尔滨最冷一年，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的话，今年的尔滨呢，它实在是暖得发烫啊！来了就是自己人，欢迎你来哈尔滨！妈，整挺想哭。我最近约了几个南方小土豆去北海大蟹玩，但是里边现在排队实在是太邪乎了，所以我买了100多斤山楂。我打算提前在家做点酸奶山楂球，然后带到里边留着排队的时候吃。但是想做这玩意儿就得先做山楂糕。这回处理山楂，我是先去的屁，然后烫软了再去它的核和根儿。这种方法虽然麻烦，但却是最适合我们的，因为我们前2天刚捅了3000多粒山楂。我一点不撒谎，我现在看见这个桶子，心脏就有点生理性的突突。
然后这山楂加水打成泥之后就可以过筛了，但这玩意儿因为组织纤维太细了，筛起来巨麻烦，而且用刮板还不吃劲儿，就只能用手干。那后来给我干的指纹都快磨没了。但这都不是最魔鬼的步骤，最魔鬼的是后来熬山楂糕。这玩意儿吧，它没法大火，我们一度熬到了第二天早上4点多，完了熬的时候还特别崩，这小点崩出来一趟一个泡。真的就这么做一次之后，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在家给孩子做山楂糕的父母。这要是我家孩子以后跟我说想吃那种没有添加剂的山楂棒棒糖啊，哼，我恨不得上去是个牙掰碎的。然后外皮儿，我参考的是最近特别火的酸奶糕的做法，就是奶粉加酸奶一起和成团就可以了。所以最后这个小零食是一块酸奶糕包了几块山楂糕，然后外面还裹了点奶粉。这东西吃起来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关键嚼起来口感还特别紧实，但就是做起来效率太低了。我们一共是做了7、8个小时才传出来300多个球，所以后来我非常果断，就把大部分的山楂糕都直接做成山楂糕了。主要我算了一下，要是想把这些东西都做成酸奶山楂球的话，那可能做完冰雪大世界都化了个嘚儿的了。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些吃的去勇闯冰雪大世界了。这怕冷，我弟穿了4条裤子，还穿了1条可以加热的袜子。完进来之后，正好看着 M7 超玩馆有活动，我们就先到这儿打了个卡，还买了几瓶 M7 活性益生菌酸奶，超多超活益生菌。这用的是 LGG 活性益生菌，安全亲和，有很好的肠胃粘附性，还减少了90%的蔗糖。这眼瞅要过年了，送礼就送 M7，真是又健康又美味。然后打完卡，我们就去排大滑梯去了。今年这园区里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尤其是蹦野迪那段实在太嗨了，我们这顿跟着摇头啊，以至于没等他低蹦完呢，我弟就把脖子给闪了。就看他这个状态，我估计他得带这个脖套回家吃年夜饭了。我最近特别想吃纯肉烤肠，尤其是那种一咬滋滋爆汁的感觉，想想都爽。但是外面卖的据说好多都是鸡肉和猪碎肉做的，那玩意吃着也不放心呢。于是我买了500斤猪肉回来，也就是说时隔2年，就是为了这口烤肠，家里这条我最近流水线就这么水灵灵的复燃了。但是做烤肠这事儿大伙都没什么经验，所以我们是全程按照村驴的做法做的。他那个视频里多次强调肉一定不能超过10度，问题现在屋里供暖就将近30度，所以我们就都拿外面切去了，正好把下一个冷冻步骤也一起完成了。好家伙，零下10来度的天，从早切到晚，这肉切完了就冻硬了，但人也没软到哪儿去啊。然后在打馅这一步呢，村老用的是家用绞馅机，所以我们也跟着用的这玩意儿。但家用设备吧，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它上不了量，这个机器打1分钟，他妈最少得歇7分钟，就按这个效率，我算了一下，要把这500斤肉搅匀，最少也得3天。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上商用设备了，像什么绞馅机、厨师机、徐味奇、丸子机，反正家里有啥使啥了。好在换了设备之后，做出来这个肉的状态和村里做的是一样的，我们也就能顺利进行到下一步了。但是这下一步进行的却并不顺利。灌肠的时候，我们组了一道超长流水线，本来以为很有效率，但是其实并没有任何卵用，因为这个环节里有一个纯手工活，就是系绳。我操的，这肠的每个节点最少得系2个结才能系死，这4000根肠最少打了1万个结，后来干的都想给自己勒死。关键系完肠还得扎眼儿，还得晾肠。就那天时间线是怎么进行的呢？晚上7点吃完饭开始做那灌肠，后半夜3点灌完了，听老头的开始搭蒙古包晾肠，5点发现搭不上拆了，开始组货架子，6点开始给这4000根肠每根至少扎20多个眼，7点眼也扎完了，肠也晾完了，我回头一看呢，哎，小天一道大亮。最后蒸肠的时候也出了不少幺蛾子，趴子上来就失智了，蒸一锅爆一锅，后来给我弟逼的都给肠跪下了，这局面才得以缓解。这些肠蒸完封完又是一宿，等全整利索的都是第4天的早上了。我这一代实在太死亡了。最后的最后啊，我总结了一下子，一共3点。第一点，村驴是神，就是它这个配方，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完美复刻了外卖那种纯肉肠，空口吃都老香了。这要是再配点四川干碟或者是蜂蜜芥末酱，我都能给人香起飞喽。第二点，蒸的时候很容易爆，所以对火候、水量还有摆放密度都得试好了再下锅。唯一一个可以量化的就是锅里的水大概就是90度左右吧。第3点，这流水线时间长不干手真生啊！最近必须得多开点我最近了，要不然这手艺全废了。这一待我们在一起待了4天，没有一个人加起来睡了超过8个小时，甚至有3天是在一起看的日出。我说白了，这要是对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当然很浪漫，但这要是对于工友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暧昧了呢？啊